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，今天和大家探讨一下戚风蛋糕。鸡蛋用室温的还是用冷藏的呢？其实都可以。室温的比较容易打发，但是用冷藏的并不影响它最终的打发效果，而且在打发的过程中，其实蛋清也会升温。第一步分蛋，用你自己喜欢的任何方式都可以。换一个盆子，油，把低筋面粉直接筛入到盆子里，搅一搅，不给面筋留下任何活口，然后放入蛋黄和牛奶，搅拌后呢，应该是有流动性的。现在我们来打发蛋白，加入白醋帮助蛋白打发。这个地方你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词就是无油无水。其实油会影响蛋白的打发，但是水不同。蛋清本身90%是水，特别新鲜的鸡蛋呢，它的蛋清比较硬，加一勺水还会帮助它快速打发。打出泡沫之后呢，这个时候给里面加糖，慢慢的分次加入。刚才提到蛋清里主要是水，这个糖要先溶解在蛋清的水里，变成糖浆溶液，包裹在气泡的外围，对打发的气泡是一个保护的作用。打好之后呢，你也会看到这个蛋白霜非常的有光泽。刚开始搅拌器划过呢，表面是不留痕迹的，慢慢的搅拌器划过，它会出现明显的痕迹，像这样大概就到了湿性发泡阶段。你看到这个尖儿跟底部整体都是弯曲的，它是处于一个比较湿的湿性发泡阶段。再打一会儿，直直的向上拉。你看到上面这个尖儿是弯曲的，但是底部已经不弯曲了。旁边这个我没有拉出尖儿，你看到它的底部就是直直的。这个是比较偏干一点的湿性发泡，这个是我们要的阶段。等一会儿给大家看一看干性发泡的样子。蛋白霜分3次搅拌到蛋黄糊里。打蛋白霜这里面有一个知识点，当它从湿性发泡到干性发泡过渡的那个点，是它发泡的最大值。干性发泡的阶段实际上已经到了消泡的阶段，所以我会选择在很靠近这个点的湿性发泡阶段。最后用刮刀抠个底，保证它完全搅拌均匀，然后倒入烤盘。这是一个7寸的中空活底蛋糕烤盘。震一下，大气泡会跑出来。盖上锡箔纸，锡箔纸呢可以让蛋糕表面定型的慢一点，在蛋糕发起来之后再定型，它就不会开裂。放到预热好的烤箱烤20分钟。20分钟后取走锡箔纸，同时降低温度。烤好之后是这个样子的，倒扣放凉。放凉之后基本没有回缩，用手震一震，边缘大部分就分开了。没有分开的地方用刀子划一下。底部用手轻轻压一压就分离了。切开看看，均匀一致的气泡结构，它富有弹性，但是没有筋性。从切面你也可以看出来，它不是发干的，而是湿润的，吃到嘴里头是绵绵软软甜甜的。稍微提一下鸡蛋个数的问题，这个是用了4个鸡蛋，其他材料都一样，稍微发的低一点。如果你用6个鸡蛋的话，它会稍微发的高一点，所以你完全不需要去称鸡蛋的克数，你也可以自己调整鸡蛋的用量。下面我们说说蛋清打发对蛋糕的影响。首先看看干性发泡烤出来的蛋糕会是什么样子。这个拉出来的尖尖是直立向上的，这个是干性发泡。烤好之后，你看到它发得更高一点，但是也稍稍有一点裂纹，所以干性发泡容易造成蛋糕开裂。放凉之后微微回缩一点儿。
气泡结构更大一些，弹性也很好。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跟前面那个蛋糕相比，它的内部有那么一点点的粗糙？那么蛋清打发不到位是什么后果呢？这个我拉了半天也没拉出尖儿，非常稀。你看到下面是水，倒是很容易搅拌。大家闭上眼睛想一想，它烤出来是什么样子的？有没有出乎你的预料？放凉之后有一些回缩，切开看一下，底部有一点死，但是大部分气泡分布均匀，而且有弹性。应该说它的结构是基本烤出来了。我想你们的蛋白霜应该不会比这个更不负责任了。下面我们看一下蛋白霜打发之后呢，因为操作不当消泡的问题，这个是打发到干性发泡，我不用翻拌法，每一次都是用蛋抽使劲搅拌。我这么操作呢，是想看看不正确的翻拌手法是否会带来严重的消泡，导致蛋糕失败。再拿刮刀使劲搅搅，还有点不过瘾，蛋抽刮刀一起上。我估计这次你们能猜出来结果。有没有猜对啊？微微的开裂，没有回缩。切开结构是这样的，除了几个大气泡之外呢，细密一致的蛋糕结构。通过对蛋白霜的对比，你有没有得出来一个结论？那就是小高姐给了你一个不败的戚风，不管你怎么折腾蛋清都能烤。其实啊，它说明了蛋清打发的程度会影响到蛋糕的蓬松程度。但是呢，它不是造成严重塌陷或者开裂的主要原因。那么问题在哪里呢？这个是完全一样的配方，偏干一点的湿性发泡，唯独换了烤盘，中间热气上不来，它受热不足。第一，它没有发起来；第二，放凉之后它回缩了。切开可以看到下面有一点点死面层。引起回缩的最主要原因是温度不够，或者是烤的时间不够长。看一下开裂的蛋糕，没有盖锡箔纸，全程是330华氏度、165摄氏度烤了45分钟。它的表面受热太快，定型之后呢，内部气体爆发把它撑破了，它会回缩一点。但是如果加上没有烤熟的话，它会缩得很厉害。另外一种开裂是中间像火山爆发一样的开裂，这个是盖了锡箔纸的，温度不高，但是烤的时间比较长。外围和表面定型之后呢，烤到最后，中间的力量爆发把它撑起来了。开裂其实问题不大，只要是不回缩，内部结构其实还是很松软的。看到这儿，估计你也看出来了，蛋白霜打发是次要问题，温度和时间才是关键。当然，如果你蛋白霜、温度、时间都有问题的话，那就是惨败。相反的，蛋白霜、温度和时间全部到位，你就会烤出完美的戚风蛋糕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